振兴医生会客室。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内科部的陶启伟陶医师。那我本身是胸腔内科，那最近在新年过后，那其实大家一般民众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情绪的困扰和焦虑。那当然除了大 S 他的这个艺人肖允之外，那其实我们在2月4号的时候，我们的 CDC 就我们的疾管署有提到说，我们农历年前的就诊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万2千余次的流感的病人，这已经创了近10年来的新高。社区流感的主要的目前是 H1N1 A 型的流感，那其中重症就有667人，这其中也伴随了132人死亡。所以其实流感这个的流行尤其是 A 型流感流行，其实并不是只有在日本的社区类流行，在台湾当地其实现在已经有温火慢烧就越来越严重的迹象。所以各位一定要在平常去把自己的自身防护做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这一个相关的议题，如何在这个流感重症的时候达到一个完全自救的一个手册。流感一般认为说，大家在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或者7岁以下的幼童，我们认为说它是一个高危险群。可是其实年轻人的流感它并不是没有生命的危险。其实在季节流感各年龄层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说，大概每10万人口，从7岁到49岁之间，大概有接近每10万人口有3位会变成重症，可能会有0.5位会面临死亡的风险。所以其实这个比例听起来没有很高，可是实际上在这个社区里面其实是实际还是发生的。那如果一下10几万人的病人产生，那你周边就可能会碰到像这样的事情产生。我们一般的感冒其实有上百种的不同的病毒造成，那也甚至包括霉浆菌，它就是一种立克刺体这些的一些传染。那上段时间比较红的应该是张学友开演唱会后来不能唱，那是呼吸道融合细胞病毒。可你看我们学友隔1个礼拜就又复出了那一般的感冒的病毒，它其实大部分都是呼吸道的局部的症状，那突然有的时候会就是喉咙痛，上呼吸道症状比较明显，可能喉咙痛啊、打喷嚏啊、鼻塞啊，它的发烧可能大致是轻微的，或者有的时候不会发烧，那症状可能3到5天就会缓解，偶尔少见会并发中耳炎，那也比较一般，这个问题不会太严重。那季节大概就是1年4季都会有，这个传染性来讲，那大概是以接触传染为主。那流感就不一样，流感我们听到流感流行性感冒，我们依旧都举最后2个字叫做感冒，那其实没有，它绝对不是感冒，它是一个严重的感染。我们在1914年的时候，西班牙流感全世界夺取了大概接近4000万人的性命，这个4000万人其实是1次世界大战跟2次世界大战所有死亡人口加起来的总和，所以大概当时的西班牙流感全世界大概有1/4的人口因为这支病毒死亡。所以其实流感在以前没有药物时代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那只是现在因为有了疫苗有了药物，所以慢慢的我们才把这个问题严重性降低。我们并不能让它消失，可是我们有让它的严重性慢慢降低。那流感的症状来讲，它通常我们像这一波的 A 型流感，我们一开始发生的碰到病人大概通常就是喉咙痛得很严重，然后就会全身倦怠、肌肉酸痛，然后很快可能就开始高烧，很多都是烧到38度半、39度以上。这个病情会让他全身倦怠到几乎无法工作上课，而且这个病程会很长有的时候即使是轻微的流感，可能大概倦怠的感觉会拖到1-2周。那我们最怕的就是中间会发生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我们后面会讨论，譬如像心肌炎啊、肺炎啊，这个就是最近我们有些重症后来甚至用到叶克膜的都有那这个比较在秋冬季节一直到春季是一个好发季节，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3月份开始，从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份开始，大概我们都在严阵以待这个问题。那它的传染性非常的高，那主要的传染途径除了口沫飞沫传染之外，
那它还有可能是因为接触性的传染，所以大家要勤洗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行性感冒它几个严重的并发症，但我们最常见其实是肺炎。那肺炎它一旦发生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衰竭，可能就血氧会下降，那实际上会有生命危险。再来的话就是脑炎，流行性感冒的造成的脑炎，如果开始感冒发烧之后，过了几天发现开始神志不清，甚至有痉挛抽搐的现象，或者说整个的意识状态降低，可能这个状况就要小心，可能是血氧不够，或者说是因为脑炎的发生。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这个病毒会跑到我们的其他的神经系统，会造成我们周边的神经的病变，它甚至会攻击我们的心脏，造成心肌炎，病人就开始会喘，他心脏就衰竭掉。那再来的话，也可能会因为流感其实会让我们的整体免疫力下降，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对其他的细菌的抵抗力就会跟随下降，这样的状况会很容易造成细菌性的感染。所以我们常常发现流感的病人到时候会发现他有很多不同的细菌或霉菌的造成的感染。再来是一些心脏血管会造成一些发炎性反应。我曾经有一位病人，一位老人家，他在流感的第3天，结果整个突然腹痛，后来我们就紧急的会诊到外科，然后后来是一个坏血性的那个肠炎，因为血管堵住了，就是肠中风的意思，然后整整切掉了1.5公尺的肠子。所以其实它造成的症状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百变的状态，所以非常要提高警觉，尤其这个当在重症在中老年人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在流感的一个病程的上面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其实得流感大家也不用那么恐慌，因为它其实大部分90%几的病人他大概在门诊就医就好。那这个流行性感冒病毒它的潜伏期大概差不多是1到4天，那比较麻烦是说它在发病前1天它就具有传染性，所以有的时候会防不胜防是这个原因。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到感染的第7天，它发病了以后第7天它可能都还会带源会传染。所以当开始有些上呼吸道的症状感染，而且你还有明确的有跟相关的人去，就可能其他的带源的人去接触，那就要非常小心。这1-2个礼拜之内，那大家如果发现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有10%到25%的病人他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流感并发症。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可能就需要进一步的住院。那这样的住院的状况可能会是因为他大部分都是因为肺炎，那有些会因为心脏衰竭、心肌炎，这心肌炎会比较稍微慢一点点产生，在我们的经验上。那脑炎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说，那有没有细菌性的继发性的感染，我们当然会住院之后会进一步的检查。大家一定要切记，本身是一些高风险族群，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他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有这些状况产生，因为常常临床症状变得不明显，我们最常碰到就是说，可能就一直吃退烧药、止痛药，他就在家里面休息。如果一旦情况恶化的时候，今天我们去录这个节目，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后面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应该要适时的去求医。好，那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占整个流感不多，1%到4%。那其实现在的治疗技术越早治疗，可能效果越好。那流感病毒的治疗其实跟 COVID 一样，在一发病的48小时之内尽快投药，对病人的整体的预后会有很大的改善。有哪一些重症因子大家要特别注意？在临床上面，如果本身就有气喘或其他一些慢性的肺病，譬如像慢性阻塞性肺病啊，那个囊状的一个肺纤维病这些遗传病或者说是一些慢性病，要特别小心。尤其如果是这一群的肺功能不好的病人，他平常没有在用药好好控制，要更加小心。那再来的话就是肥胖的病人，其实 BMI 大于30，对于很多像这样的感染来讲，它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预后因子，容易造成它这个免疫发炎反应或抵抗力的一个下降，所以这也要非常小心。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本身已经有癌症，不管有没有在治疗，那再来的话就是糖尿病、心脏血管疾病，或者本身有肝肾功能不佳，甚至可能肝硬化或者在洗肾的病人，本身的抵抗力也是差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危险的因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有些病人是自体免疫的疾病，那他本身免疫力就会不好，或者说他已经在自体免疫病在使用免疫药物，在这整个过程中也要小心。怀孕的孕妇其实因为在怀孕的妊娠中，她实际上她的免疫力会下降的，所以她得到流感的时候，那常常妈妈们又很怕药物会怕影响孩子，所以这基本上来讲，反而是孕妇我们会呼唤她更要小心应对这个事情。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最近碰到很多年轻人弄到很严重来住院的，然后都是肺炎，然后再来他们可能就是压力大，然后熬夜，生活习惯不佳，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再来的话就是所以我本身对病毒的一个抵抗力就不好，以前曾经因为流感有严重到住院病史的也是要小心。所以大概我们有这些的重症危险因子，会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一旦有怀疑有流感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我们现在目前的流感还是以预防重于治疗为主，所以我们现在的流感原则上大概在每年10月1号开始，政府就会推广开始打流感的疫苗。当然它的年龄层先以65岁和7岁以下的高风险群为主，慢慢如果还有剩药，它会慢慢把年龄再往下调。那当然政府有它的一些疫苗，那再加上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疫苗已经标准化，都是4价疫苗，就是3个 A 型和1个 B 型的流感的病毒的一个抗原来做施打。那现在当然有一些新的自费疫苗，它可能是细胞培养的，那对有些人对鸡蛋蛋清会过敏的，他可能就比较适合去打自费的这一支疫苗。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那大家可以去选择看，就要去打公费的或自费的，当然在自己的条件许可的状况之下。那流感的疫苗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打完疫苗不是100%不会得流感，可是它会让你重症的几率降低，然后它会让你可能需要住院的几率降低，它会让你传给其他家人的几率会降低。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流感的疫苗还是在我们的不管我们国内外的任何医学会都是建议要施打的一个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是专门针对肺炎链球菌。那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10月开始施打流感的季节的时候，政府就会，尤其是疾管署就会呼唤大家开始左肺右流，这样就一边打肺炎一边打流感。当然要不要同时一起施打2支，或者你分开来打，这个东西都见仁见智，因为每个人对疫苗的作用跟副作用是不太，或者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是不太一样的。可是肺炎链球菌也是我强烈建议要施打的一支疫苗，因为我们社区肺炎里面大概有25%是肺炎链球菌造成的。那肺炎链球菌现在的抗药性，我们一线的药物的抗药性大概已经高达了80%。所以其实常常在一旦感染的时候，那肺炎链球菌严重的有时候它也会跑到脑部造脑膜炎，在小朋友也会造成中耳炎。所以其实在一个有条件可以施打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会建议去施打这个疫苗。我觉得而且这个疫苗的副作用更低，这个疫苗副作用更低，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在也是国内外的一些医学的指引上面也都是建议施打的。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有提到流感这个病毒，它一旦开始发生，病毒是利用身体里面在做复制的一个反应，所以你时间拖得越久，病毒复制量就会越大，所以你整个身体的病毒量越大，那身体的伤害就会越大。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通常我们都建议流感药物要在48小时之内吃下，就不管你用吃的用打的，或者就是说你大概觉得这场48小时之内一定要尽快诊断，尽快投药治疗。那现在目前公费的流感药物大概就是克流感，那它是1天2颗5天的量。那再来的话，一个是乐瑞沙，乐瑞沙是一个吸入性的药物，吸入性药物会有一点点麻烦，因为它有点像气喘药物的使用方式，所以当已经发病不太舒服的时候，如果用公费的这个药，当时能不能教得好，你能不能有效的吸入，这会比较有点困扰，因为尤其是在那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这个体能，或者说有这个精神去学习怎么去有效吸入这个药。但吃的药当然还是方便一点。那当然自费的药物也有，我们现在自费药物有1次2颗立即吃的，
那个药物是2颗到4颗的量，依照体重不等。如果80公斤以上就会吃到4颗，所以它整个金额大概会从1000多块钱大概到4000之类，那就吃一次就好。那依照体重来算它的剂量。那再来的话就是一个针剂的剂型，那个有的时候入院的比较严重的病人，我们就会自费建议他们施打。不管所有药物啦，都是建议越早投入越好，所以千万不要去拖这个病程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今天其实最重要是跟各位呼唤这个所谓的肺炎自救法则，就是你何时需要紧急就医，我们是一个再帮你们各位做一个再三的小叮咛。什么时候需要紧急就医呢？第一个，当各位如果发生感染，高烧不退，连续超过3天，这3天是说不是说你要靠吃药就可以退烧，因为正常来讲，你如果只吃退烧药，只是治标而不治本。所以当持续高烧超过3天，你不吃退烧药都没办法退，没有办法降这个温度，原则上各位就要小心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开始产生一些神志混乱的迹象，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迹象，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神志混乱有可能是因为开始呼吸衰竭，导致这个氧气过低，或者说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已经侵犯到了脑神经系统，所以神志混乱一定要去立即就医，然后直接送急诊。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一旦产生血压降低，有可能是有心肌炎的，有可能是败血症的，这个也是一定要赶快去急诊。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发现自己或者家人如果有四肢发紫发干，或者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里面都有血氧机，或者有些智慧手表可以去测血氧，如果发现血氧浓度下降低于92%，大家也要提高警觉，最好到医院来去照张 X 光片。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一旦有剧烈头痛，也要非常小心，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剧烈头痛，它不叫感冒的头痛，它有可能是病毒性脑炎的头痛。那如果这个病毒性脑炎不赶快控制，有时候状况会变得很严重，甚至会癫痫，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有碰到一些意志丧失的。再来的话就是，如果像我昨天门诊有碰到像老人家在家里面咳嗽困难、呼吸费力，晚上睡觉必须要端坐呼吸，他没有办法躺平睡觉，这样的状况也要非常小心。如果大概每1分钟的呼吸高于30次，就要非常小心了。预防流感，除了打疫苗或者一旦得了流感，我们要尽早的投药治疗之外，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在健康上的一些小撇步，就是大家要勤洗手。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流感除了它是一个飞沫传染，大家要戴口罩之外，第二个就是要勤洗手，因为它第二个传染途径就是接触的传染。因为前面一个人可能他把一些飞沫喷到桌面上、门把上，你如果就直接去摸了门把、摸了桌面，然后你没有去洗手，然后这个手又上了你的脸，你这种状况之下可能就会沾染到了病毒。那再来就是大家就尽量不要去随便去手上口鼻，这个其实当时在 COVID 前几年的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教过各位。然后再来就是说尽量减少握手打招呼的方式，然后很重要多休息，然后要尽量的适当的睡眠，然后适当的运动，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然后如果有打喷嚏有咳嗽，最好要掩口鼻，然后不要这样开放式的咳嗽，因为很容易传给家人，也或者外人。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些危险的状况，或者大家有怀疑有流感的症状，应该要尽速就医。尤其是我刚刚有提到最重要一点，投药要在48小时之内才能拿到最好的效果。那如果一旦生病了，那不小心感染到流感，那就是多在家里好好休息。现在卫生署对于小朋友得流感的话是建议休息7天之后才开始上课。那当然我们大人可能没办法请那么多天假了，除非碰到那个好老板。那这样的状况之下，还是大家要多休息，尽量不要熬夜。那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度过这次的疫情，谢谢大家。